哇，我送你去读这么多书，等你跟我学什么神经病的东西回来，我当时是很怕的。它是在手的周围是有一圈东西在，你有听到吗？他讲有，我就跟他讲，可是他在后面哎，他就跟我讲在客厅。我们的室友回来的时候，他很搞笑，他直接带了很多个符贴在他的门口。然后我讲你看到什么？他不跟我讲还不用紧哦，我还很保持我的科学呢。他跟我讲他看到。Hello， 大家好我是 Adam， 今天很荣幸来到这个古来26里，来见下我们的这一位年轻漂亮的曼陀罗之星负责人。我想问什么是能量石？在我们讲什么是能量石之前，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能量。可能大家想能量电哦，手机要充电，其实我们人本身也是一种能量体，就很像你有没有尝试过去到一个地方，然后你就突然间觉得，好像很舒服哦，这个地方好像大家讲风水很好哦，又或者是你去到一些地方，或者是看到一些人。可能你就突然间觉得不懂做梦好像有一点怪怪的，你想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我们的心理作用，都是因为那个场地有它自己的能量空间，然后我们是能量，那个空间有能量会跟我们形成一种交汇，所以呢，我们会有一种很自然的感觉，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会想要离开这个地方。这是不好的能量对自己。其实也不是讲不好，而是因为每一个能量场它有它自己的那个能量频率在那边，所以有可能你今天的那个能量磁场不是这么的适合当下那个环境的能量，所以不一定是讲它好或者是不好。好，这样的话，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接触到这个能量这一种东西的？其实是在你要就是这个故事有一点长。但是如果要讲的话，是真正回到10年前，当时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身边就有一个人的出现，他跟我讲 "You are the one"。当时候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害怕，你知道吗？因为我当时候读着心理学，但我会觉得，因为我懂这个人，他可能是有进行一些修行。可能会有一些接触一些我们可能常人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带着很排斥的心，我只想要做一个像大家一样，毕业完去做一个工，找一份安定的工作，一个收入，就这样子稳稳定定的过我的一生。我不想要接触这种所谓的玄学，因为我们大家当时候对于玄学这种东西，对于能量这种东西，都还有一些误解的存在。然后过去的很多年，我陆陆续续的经历了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甚至是一些大家所谓的灵异事件。灵异事件哦。有什么好？有什么灵异事件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枚呢是我们的红宝石的月影石系列。OK， 这一整圈呢都是红宝石。然后这个能量石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气血。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帮我们认识到我们更全面的自己。所以，如果我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想要突破的，这一枚能量石就可以帮助我们突破自我。第一件事是我们当时候一群女生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一起租房间嘛，所以当时候我们就一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面，同时间听到一个声音。什么声音哦？他吓你的声音，就这样子的声音对。当时我在说着呀，我就突然间冲去前面，等我的室友他也是读心理学的，他突然之间就在睡着觉起来，他就看着我，我看着他，我讲你有听到吗？他讲有，我就跟他讲，可是他在后面呢，他就跟我讲在客厅。因为是有一段距离的前跟后，但是我们2个人都同时听到。这一次是第一次遇到，在学校大学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我们不敢告诉我们的室友，因为我们怕讲出去吓到别人可是又很刚巧的是，我们的室友回来的时候，他很搞笑，他直接带了很多个符贴在他的门口，我们就很惊讶。他讲，原来你们知道了。
原来他比我们更早之前就已经知道。然后这件事情呢，我就有跟当时候跟我讲 You are the one 的这个人说，他就帮我 set 的。这个呢是我们的能量铲板，它是有前面跟后面的，后面会有一个所谓的曼德拉哈的能量图腾。然后这枚铲板呢，它运用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手持，然后静坐。那么你就更容易进入一种身心灵平和的祥和状态，又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枕头底下，让它为我们进行身体的能量疗愈。这一枚呢是专门 for 女性健康专用。然后这件事情让我知道，那个跟我讲 You are the one 的人有料的哦，真的会的哦，真的是跟他讲了之后，东西 set 的 OK， 没有事情了啊。再来，接下来是我有一次跟我的先生搬到美国去住的时候，当时候我差不多1个星期啊，都经历那种睡觉起不来，或者是我起来了，等我看着那个场景，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起来，我一个觉可能要醒5次，都还在那个梦里面啊，所以当时候我就陷入了一种很恐慌的心态，我很怕我不懂什么时候睡觉会睡不醒。然后我一直觉得我是太累了，我没有想到这种其他所谓的鬼压床这种，我完全没有想到。直到有一天，我的老公突然间跟我讲：“你赶快去找你的朋友。”我讲：“做么？我只是太累了。”然后我老公讲他看到。原来他也看到啊。然后我讲：“你看到什么？”他不跟我讲还不用紧哦，我还很保持我的科学呢。他跟我讲，他看到一团东西钻进我们的背。恐怖吗？啊，然后那时又在美国，人生地不熟哦，又没有想在这边你要去哪里找什么人怎么办？所以当时候也是找回这一个跟我讲 You are the one 的朋友，他就通过我那时候在美国嘛，他在马来西亚嘛，就这样子set 的哦。这个呢是我们的 masterpiece。你可以用来手持静坐，又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屋子或者睡房的一个空间。它可以改变我们的能量磁场，整个空间的环境。所以你如果有这一枚能量石在里面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空间我感到比较舒服，我比较自由。我在这边里面静坐的话，我也会比较快的进入状况。直到我自己有一次，就是我开始学习怎么静坐之后，大概1个星期。我就突然间有一次好奇，我是也做 handmade， 有很多水晶在我的家，我就突然间拿一个水晶握在手上，我才顿时感觉到我可以 feel 到那个水晶里面的能量。对，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同。当时候我的感觉是有一种脉搏或者它就是会有一种能量流动进入你的身体的感觉。因为那个水晶其实跟我很久了，我只是觉得你很漂亮，我喜欢你，我就放在家里。但是我没有想到你有什么功效，因为我觉得功效都是商家讲出来的，都是为了赚你多一点钱。对，我以前真的是这么的认为，直到我真的是自己可以感受到所谓的能量之后，我才真的完全相信。这个呢是我们的凤凰纯油。我为什么叫它纯油？是因为它是用纯的沉香精油完成的，然后它的功效是用1滴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的调频1整个星期，所以不可以过量，1个星期只可以用1滴。那么你在进入这个行业里面，有没有碰过什么比较特别的case 吗？其实这2年的时间，讲真的啦，每一个 case 都很特别。但是因为今天 Jess 在我们的身边，那么我们直接就讲他的 case。所以你们是讲认识到了才知道 JB 来找？就他自己看到我的 online 哦，就自己找我咯。当时我们也不熟的，他就是自己看到我讲，我把能量石带回来，等他就自己来找我。你是放在 Facebook？ 对，我们这边有很多 customer， 其实都是他们自己过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他。就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一些人可能讲，他看到我们的照片，突然之间有觉得一股能量在他的头顶，然后硬要他来找我们。有一些天使灵气那一赛的习修者，他们是这样子跟我讲。他们受到一些指引之类的。这样子问你，你是怎样认识到一秋的？我是怎样认识到一秋啊？
这样追溯到10多年前嘞。那时候我们在做艺术市集，然后我们就认识到，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很熟啦，就是基本上只是认识，然后我就买了他的一对耳环，我就看到那耳环我就很喜欢，所以就好像结下了这个缘分这样，然后我们就 Facebook 有 add friend 哦，然后就时常会看到他 post 他的事情啊，我的生活啊，就我们互相就是有在关照，但是其实不熟的。然后后来就是到COVID 那个时候，我生了我的大宝，然后他也生了他大宝，然后刚好就是在同个月份哦，然后我们就会好像互相妈妈经切磋一下，到这个年龄到这个月龄了，然后 baby 大概是什么状态哦，然后他们要吃辅食什么什么，我们就是在聊妈妈经的，然后就也很特别，他进新加坡啊过后发生了。就接触到了能量石过后，他就慢慢的把这个东西放在他的 Facebook， 然后也因为那时候我也是有一些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我也对这一块很感兴趣嘛，所以那时候一看到他发照片的时候，我第一眼看能量石，我就觉得这东西很特别嘞，很吸引我嘞。这个东西一看我就觉得，它又不是水晶，然后它又是手工做的，就我也很喜欢手做的东西，所以他那时候就讲他要回来马来西亚，然后我就讲说 ，OK， 你几时回来？你有带能量石回来啊 ？OK， 我就冲去你家，因为我其实住蛮远的，就要去到他家的话需要1个小时的车程。我就直接冲去他家。他当初当我把能量石带来马来西亚的时候，他是很直接的讲，我现在马上立刻去你家。他就直接从 JB 开车来我的家Sedana来我家讲要看能量石。然后可能是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带着一种真的假的心态，所以一开始拿的时候就被能量石电，所以他一拿的时候赶快放下来。你还记得他突然间被电到，然后才静下心来，然后开始挑选属于他的能量石。那时候你也不是很知道到底是什么状态嘛，对吧？他就是一个好像小白的状态，然后他解释给我也是，你就自己感受咯。他就把那个能量石摆出来，摆在那桌子，然后就哇，这样多力啊！你就一个一个 feel 咯。我讲 OK 咯，这样你给我点时间我就一个拿在手上，然后感受一下，闭眼睛感受一下 ，OK 没有 feel 放回去，一粒一粒感受，这个好像有点 feel。我就把它好像中间筛选出来，然后那时候筛选到大概是5颗吧，5颗。其实我最后选到是2颗，然后我最后选的那一颗，它是握在手心里面的时候，它是很安全、很稳定的感觉。然后我是感受得到它那一个能量，它是一个环绕在手心的。就它不是在手心里面，它是在手的周围是有一圈东西在旋转的。就是说我把那个能量石放在手心嘛，我就这样握着嘛，然后那个能量它是一个环状这样子的，然后我就很安定、很稳定的那种状态嘛。然后后来我就也听到他妈妈形容在握那一颗能量石的时候，也感受到同样的东西耶。我就讲都看不到的东西，为什么他感受的跟我感受的东西会是一样的？然后其他能量石感受又每一颗又有不一样的感受哦。然后讲说，这东西很神奇耶。讲真的啦，当我拿能量石给我妈妈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带着担心，我担心等下我妈妈觉得，哇，我送你去读这么多书，等你跟我学什么神经病的东西回来，我当时是很怕的。但是当我妈妈跟我讲，我妈妈没有读过书的我要先讲，她不懂什么能量，不懂什么 wave， 但是她跟我讲那个能量降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因为他竟然可以比划出那个 wave 的形状给我看，他跟我讲每一颗的能量石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这样
他讲不出那个能量的频率，讲不出那个 wave， 但是他可以比划出来，然后甚至是我的爸爸、我的弟弟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当时候才真的敢把这个能量石带出去给大家，因为我真的没有神经病。像我们在新加坡遇到的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人他握着了一个走气血的能量石之后，他顿时间觉得他的膝盖，就是我之前不懂他有受过伤，但是他的膝盖开始有一点感觉有能量在他的膝盖那边做东西的感觉。等他就问我什么原因，这么拿着一个石头，等这里会有感觉等我就直接问他，你是不是这里曾经受过伤？对，他讲是。就这样子，他握着的时候，那一股暖流，那一股能量就一直在这边跟他所谓的进行能量疗愈，所以他最后也选择了这一枚能量石，帮他做一些身体上面的调理，现在已经基本上都好转了。但是同时，虽然是有这个能量的加持下，但是还是我们会建议你们要去看医生，有受伤还是要去看医生，因为毕竟身心灵、身体去找医生。然后我们有遇到这样子的 case， 他过来找我们，我们会通过一些心理辅导的方式，找出他真正的原因。能量石我们会跟他讲说，能量石可以让你保持你的那个能量场在一个平和的状态，但是如果你身体上面真的是有一些需要看医生的地方，我们都会 refer 你去看心理医生。好，这样一休想请问，这个睡觉的这个能量石，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让人家睡到那么舒服呢？很简单，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睡得好，就是会有所谓的 frequency， 所谓的波。然后你把这个能量石放在枕头底下，它就会跟我们的人体进行一个沟通，进行一个所谓的调频。它一开始的时候会帮你调一个所谓的 alpha 波让你先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然后之后就进入先浅睡眠，然后再进入深层的睡眠。就是会有一种不同的波纹在一边，怎么讲？一个循环，因为我们要睡一个好觉，不是一个单单的波，它是一个cycle，一个的循环，才有办法真的很好的休息。我们有遇到一种顾客，他很可爱的，就是他会想，怎么可能有效？但是他有用，但是他用了一段时间，他又怀疑，我最近都睡到很好哦，是不是我自己睡到很好，还是这个能量石真的是有在工作？他就把这个能量石放一边，今天晚上不要用。但是很好笑的，第二天他马上把这个能量石赶快放回去，因为没有用，他真的很累。他才意识到这个能量石虽然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它真的有在运作，真的有在为我们工作。这样的话，你们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吗？一直以来我们都会差不多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些举办一些推广的活动，所以是开放给大家的。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看看我们的活动在什么时候，你们就欢迎你们过来一些 walk in， 来自己来体验什么叫做能量。静坐呢，其实是一种对我们身心灵有益的一种运动，它就类似好像我们练气功打太极它是一种静态的，让我们身心灵平衡保持在一种健康的状态的一种活动。它没有关系，什么宗教也没有说你一定要盘腿进行，你就这样只找一个空间，一个安静的空间，静静坐着，把你的力量收回来，回到你自己，与你自己的内在待在一起，好好的感受当下。好，感谢大家的收看，下一期再见喽，拜拜。